过了60秒之后，你无时无刻都在被催眠。小时候的家庭教育给小孩影响为什么会这么大？是因为他无时无刻被爸爸妈妈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你怎么都不会，你好笨，他就会觉得对我好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一事无成，然后这个小孩也许可能就没了。所以其实不用太害怕说我去被人家催眠，然后那个催眠师会对我干嘛，然后下了什么不好的心理暗示，其实没有，就是无时无刻你都在被心理暗示啊。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疗愈特辑，就是要撇除就是之前讲太多性爱的部分对，身心灵需要净化一下，我觉得要平衡一点。对，所以从上一次开始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疗愈师开箱的特辑，上一次讲了那个水晶跟紫薇的部分，对，然后今天也有邀请到来一位我很敬佩的一个人，谢谢谢谢。对，我们今天欢迎 Philly。好久不见。我认识 Philly 的原因是因为我上一次找 Philly 做了 QHHT 的催眠，对，然后我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呢？就是因为以前我曾经尝试过，我之前也在节目里面有讲过，我曾经尝试过一般的催眠，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做前世回溯的部分，然后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一直到近几年 QHHT 的这个发明者佐瑞斯坎南老师，他很红嘛，如果大家有在关注身心灵界的话，可能都会看到一些影片封面有一个白头发卷卷然后有点肉肉的一个白人老阿姨的一些影片。我好像是先看到了哪里有在介绍他的这本书，就是那个三波志愿者与新地球，对，那时候就在讲说佐瑞斯老师他借由催眠的方式接触到了很多个案，他们的前世或许不是人类，是一些外星来的存有，对，可以这样讲，对，然后觉得哇好神奇哦然后外星人就是讲了一些就是他们以前在别的星球啊，就想那我也想要看一下我是不是有外星人的部分，很有趣的，对，很想要知道。有一天想说好我来查一下台湾有没有好了，然后一查就是很有缘分哦，第一个跳出来就是菲利的资讯。那如果大家可能不知道 QHHT 催眠是什么的话，对，可以请菲利稍微介绍一下吗？其实 QHHT 它全名是量子催眠啦，它比较不一样的是，一般的催眠它会把你所在的是浅层的部分，就是人脑有4个波段嘛，就是在清醒，然后要睡觉前，然后跟熟睡的那个状态不一样，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是出神状态，就是朵老师说的比较偏向是梦游的那个阶段，它就有点像是你睡觉醒来之前跟睡觉前，就是有点迷迷糊糊，可是你又听得到大家讲话的那个阶段，就是会把你锁在那个波段，因为在那个波段里面你正在神游，可是你又同时可以听得到外界的指令，然后一般的催眠是把你放在上一层比较浅一点的地方，你还没有办法到这么深的地方去神游。那效果的差别呢？或者是说为什么我 QHHT 要把你锁在这一边？出神的阶段你可以探索更多，比如说潜意识的部分吗？对，你应该是体验一般的时候，他应该没有到潜意识的问答吧，没有，对吧？对，我们是先带你体验前世今生，然后再到潜意识的问答，去解答你的部分，然后这份问答是由我问你自己答，对，所以对你来讲会比较有说服力，对，你会比较知道，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是你没有办法回答我，可是你会看得到画面跟文字，甚至有那些感受，它是很直观的，直接让被催眠的人可以体验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这2个部分就是前世回溯跟潜意识问答的部分是在同样一个脑波段吗？还是不一样？它也是在同一个脑波段，对，可是就是用引导词的方式，让你的意识，多老师的意思是说小我意识跟高我意识，对，它是让你的小我意识退到后面，让你的潜意识出来跟我对话。小我就是指我们平常会害怕，会害怕未知，就是很 control 的那个部分，对，就是让它退到后面，然后让高我出来，可以去对话。其实这些回答都是你已经知道的答案，对吧？可是你会觉得你在清醒的状态，就是理智的状态，你会觉得这很荒谬，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对。可是当你的小我退掉之后，你的潜意识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完整的告诉你为什么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它的可行性是什么，就是它会完整的去让你理解。那为什么一般的催眠可能只是一般的前世回溯，不需要到那么深的程度？两者的体系不太一样。老师他们会发现这个波段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跟他的先生，他先生我如果没记错是军医，他们是在2战的时候替那些
受伤的军人做心理重建，然后用心理暗示的方式。其实催眠是一种暗示嘛，对，它是利用催眠，然后让这些军人心理受挫的人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然后意外的发现，就像你刚刚讲，遇到外星的生命体。对，因为人会卡住，都会是不管是今生或是前世，一定有某一个结打不开，然后他刚好遇到外星人来帮助，然后他才发现了这个特别的催眠方式，对，然后才开始继续去深入的研究说要怎么样让人脑的波段可以维持在这边。但是其实要再讲另外一个，就是虽然说催眠是心理暗示，可是其实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被暗示。比如说一些那个社交软体上面的叫你买东西，对，然后或者说你不够瘦你的身材一定要这样子，这才叫完美。甚至是最明显就是 PUA， 老师他们那时候有做过一些测试，因为其实他们还是算是科学人员嘛，医疗科学人员，所以他们有做过测试，是人脑清醒的波段大概维持60秒，你60秒之后你的思绪就开始进入那个很容易被心理暗示的阶段。所以你看那个电视购物有没有，你一开始看你会觉得哇这都在乱讲，可是你看久你就觉得好像有可能，你好想要试试看。过了60秒之后你无时无刻都在被催眠，真的就是我只要专注力在这个东西上面，你就会被催眠，你就是会一直被下心理暗示。像很多时候父母亲小时候的家庭教育给小孩影响为什么会这么大，是因为他无时无刻被爸爸妈妈一直念，对，你什么都不会，你好笨什么什么，他就会觉得对我好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一事无成，然后这个小孩也许可能就没了，一直都觉得自己很笨这样。对，所以其实不用太害怕说我去被人家催眠，然后那个催眠师会对我干嘛，然后下了什么不好的心理暗示，其实没有，就是无时无刻你都在被心理暗示啊。在我的几次经验当中，这个过程其实都是清醒的。对，你会知道你在说对，我知道催眠师现在在告诉我什么，然后我也知道现在进行到什么状况，而且你还可以选择说还是不说。对，我们上一次访问那一个情欲催眠师的时候，他也有讲到一点，就是说情欲催眠它是借由暗示去让你进行一些动作，或者是拘束你的身体。那他也讲得很清楚，不用担心，就是说如果这一些指令是你不愿意的，它就不会生效。对，你也可以随时就是跳起来说我不要。没错，其实催眠就是这样，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拥有你的自由意志选择权，没有人可以强迫你。所以像那种电视剧演什么3、2、1然后你就睡着了，没有，那都是骗人的。对，就是你可以选择说我这件事情我要不要告诉催眠师，我要不要分享。对，所以不会说我要强迫你做什么。那如果有的人他可能想要找你做这个催眠，想要得到一些什么答案，可是在过程当中他可能看到了或是感觉到了一些他自己可能还不愿意面对或者是太痛啊的事情的话，那怎么办？他就会拒绝告诉我啊。应该说被催眠的人我都会去看他们的表情跟身体的状态，还有一些细微的动作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真的没看见呢，还是说他只是拒绝告诉你。很常会遇到不信任催眠师的人，他就不愿意告诉我嘛可是你会看见他有情绪，可能是生气、皱眉甚至是哭或者是什么在那个状态下就是你一定是看见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甚至听到了什么，只是你愿不愿意说那你不愿意说可能代表是你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它或者是你看到了可是你就是不想说。那如果有一些状况是本人还没有想要去面对，那他看得到吗？不一定。如果他的潜意识觉得现在如果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他是承受不住的，他就看不到。对，他看到的或是感受到可能就是一团光或是黑影或者是不舒服想逃跑的那种感觉在那个状态下如果尝试几次之后，我就会直接把他带到潜意识然后去询问潜意识说为什么就是什么都没有通常潜意识会告诉我说他可能时间还没到。那这种原因是因为 QHHT 催眠它只是一个开始，它只是一个开关它不是像一般的催眠说你结束就结束了它是一个开始。你会在经过催眠之后的一段时间你都会有很有感觉直觉灵感或是什么，所以它只是一个帮助你开始疗愈自己的开头而已，就是帮助你跟自己的潜意识更靠近，把你们中间的那个薄纱慢慢的拿掉。对，那我们好人
跟潜意识更能够沟通顺利，更靠近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你会更认识自己，你会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想做什么，然后每一个人都有灵魂蓝图，就是计划书，就是你来这边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应该都已经写好，你原本都应该要知道，只是你转身之后你的小我忘记了。对，那如果你可以接受，前提是你可以接受你的潜意识告诉你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接近。当你们两个合而为一之后，你就会这样讲有点物质，可是就是你会活得更舒心自在顺利，因为你就活在你原本设定好你要走的那一条路上。没错，你就不会再一直觉得说我为什么是做这个做那都不顺利好不开心。就举例来说好了，这个小孩他明明是要做运动员，可是他爸爸叫他去弹钢琴，然后他手就很拙，然后脚就一直很坐不住，对，然后所以他就会很痛苦，可是他又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会一直不停的花3倍、4倍、5倍的时间去做这件事。可是他如果可以理解到自己其实是适合运动，而不是适合弹琴，那他在做运动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开心，然后甚至是不用花太多的力，因为这就是他的天赋所在。就他来的时候，他就带了这个天赋。我们要是怎么样的去感受到自己应该正确的道路是什么？当你做这件事情很开心的时候，你会觉得我遇到再多困难我都不会觉得好烦好累，你只会想着说我要怎么解决它，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做这件事情，还可以干嘛还可以干嘛，就是你不会因为疲惫挫折而放弃这件事情，甚至也不会有一种想要逃跑痛苦的感觉，而是那种开心快乐分享，完全沉浸在那上面。这就是巴夏讲的，就是追随你的兴奋，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做最开心，你可以就是埋头在里面3天3夜不吃饭，对，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想要去面对它，那就是你该走的方向，那就是你人生的道路。没错，并不是说你今天发现了这一个道路，这一个选择，你就会跟天才附身一样一帆风顺，然后马上变特斯拉，随便就可以发明出什么东西，并不是这样子，只是说你就算革命了11次还没有成功，你还会想要再革第2次。对，就像国父的天赋可能就是要革命吧。这好辛苦的天赋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天才，只是你可以更快速的去完成这件事情。就像成语有一句话是事半功倍，但是你做了不对的事情就会变成事倍功半。对对对，然后你又不开心，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量子催眠很重要的原因。可以帮助你去寻找你自己的地图吧，就是你的人生该怎么走，它可以给你一个指引。可是就像刚刚讲的，就算给你的这个份地图，然后这份导览，你也不一定要跟着走。对，你也不一定要跟着走。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对，只是他会告诉你说，哦，我觉得你的灵魂应该蓝图是要这样走，你可以去做，你也可以不去做，反正你开心就好。总之就是你开心就好，因为这是你的人生，没有人可以去限制你、压迫你，绝对没有。你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个案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我第一个遇到的其实是一个很困难催眠的人，很难进入状况的人。对，因为他的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他是一个我认识的人，然后他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之外呢，他又很好奇这些事情，可是他又很自傲嘛。他是不是带着一个挑战的心态来的？对，就是我就看看你能够让我看到什么，我是不是很相信这个东西啦？对，但是还是可以跟你试一下啦，的那种感觉。好烦。然后我帮他催眠的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他是一个木精灵、树精。你是说精灵？他的前世哦，真的，很有趣。他是树精灵哦，就是木精灵。他就是一直讲说，这个人，他说他的灵魂太骄傲了。什么事情都不愿意放下身段，因为他觉得他是高贵的精灵，对。然后因为他这一生很困苦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去问啊，然后他就说他太骄傲，然后他又不去寻找他的同伴。你说其他的树精灵吗？对，就是他应该要更接近大自然，可是就像刚刚讲的，大家生活在这个地方其实都已经忘记了，对，你要去接近的其实是大自然，对，所以他又不愿意去接触，然后就整天就是
跟着这些钢筋水泥啊，然后就是可是不会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说法，就是可能我前世是什么，所以我就对什么东西特别有兴趣，或对什么样的环境特别想靠近。可是他是树精灵，他不会有一种对自然的渴望吗？应该是说他因为跟其他的伙伴其实是走散了，他剩一个人，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寻找其他的人，然后他又不好意思委身嘛，他觉得那样好像是自己太卑微，因为他的前世也不是只有木精灵，他还有一次是酋长。哇，这个人好酷哦！对，然后所以他的身份都是摆在那边的，都在身心灵界有这份地位，就是你都在上面，所以你就会变成是说，这个人你光听你就知道哦，很麻烦，因为他不愿意去拜托别人，或者是去寻找什么，因为他觉得都是别人来靠近我，怎么会是我要去找别人？对，所以他会觉得说，我就在这等我同伴来找我。对。是就觉得在那个当下你又不能够做些什么，你就只能听他的故事。他的所有前世真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然后他遇到的每一世都是很孤独的，因为你就是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嘛，所以你就是拒绝了所有人嘛，所以你的心跟身都是孤独的，然后一直延续到这一世也是心跟身都是孤独的，所以他累世的课题就是这个。对，然后怎么放下自己的骄傲。那他当初来找你做的时候，他有先讲出这个是他的比如说困扰或者想要改变的点。他想要改变的是改变现在他觉得的困境，就是他觉得他好像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他说的是物质上的一无所有。对，就是可是实际上你看这个人你就知道他其实就是身心灵都是一无所有。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个人醒来过没多久之后，我就说我认识他吗？他就说我跟你说那个啊都是我骗你的。OK， 对，也太硬，是不是？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你觉得那是你的想象也可以，反正我得到我要的答案就好。因为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记录这些东西。我说没关系，都可以，很好。哇，竟然还有这种就是你自己看到，透过你自己的嘴讲出来，然后你还不相信，是吧？眼见还不为凭的人，是不是很奇葩的？那后来呢？因为你说这是一个开关嘛 ，QHHT 是一个开关。那在这之后，他有什么样的feedback 或改变吗？重点就在于刚刚有说自由意志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相信，你也可以选择不相信。所以这个人拒绝相信这个事情，对，所以其实等于是没有用。所以他后来就是还是一样，一如往常。还是其实会不会在他的潜意识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芽，其实有偷偷的冒出来？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拒绝了这件事情，所以就我看来他没有改变啊，就是他的生活状态或者什么其实还是跟以前差不多，甚至是更糟。的确在那个时候催眠就有讲，只是那个潜意识就有说如果他还是一样的话，那他不会变好，他只会越来越糟。的确他就是照着那个方向在走，但是我也无能为力，因为生命人生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我不能够替你去做任何事情。对，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比较惋惜的，就是如果有人来做然后却没有很好的去利用它，尤其是我都会给录音档嘛，对吧？所以如果你都没有去听的话，你更不会去接收到那个频段，然后想着要改变。对，因为其实人的改变都是跟频率有关系的。如果你的频率越跟那个接近的话，你就会越容易做出改变。对，所以当你那一次做完催眠，可是你都没有在聆听录音的话，它的频率还是维持在那里。它一次的震荡并不能代表什么，也不会改变什么，是要持续的去做。QHHT 比较特别，它的时长蛮长，一次大概就4个小时。对，我那个时候约的时候我吓到，因为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大概顶多2个小时，然后那时候约你的时候你说4-5个小时，我想说是要干嘛？是要进行到什么程度？